Hello，很高兴今天可以跟你一起来看看你分享的这份资料。诶，是圣严法师讲解《华严经》进行品的内容吗？对，我觉得这个对刚开始学佛的你来说，应该是个蛮好的切入点哦，来了解智慧这个概念。没错。生活中啊，难免会遇到一些烦恼啊、困难啊。那你分享的笔记里面，好像就是点出来说，佛教认为智慧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方法。对，但它指的好像又不是我们平常讲的啊，你很聪明啊，反应很快那种。不太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深入探讨一下，法师说的这种比较特别的智慧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它这么重要？好啊，这份资料一开始其实就点明了，佛法非常看重智慧，认为就是超越迷信、解决生命根本痛苦的路。他特别强调，佛教是智慧的宗教，不是叫人盲目去相信什么。了解。资料里有提到那个代表大智慧的文殊师利菩萨，他就是智慧的象征吗？对，就是文殊师利菩萨。甚至说智慧是诸佛之母，哇，意思是成佛的基础。没错，听起来就很根本，没有智慧就成不了佛。那到底什么才是佛经里面说的这种最高的智慧呢？法师有解释哦，智慧其实有不同的层次。像我们一般人平常生活中的知识啊、技能、经验，这个可以算是世间智慧。好，但这种智慧比较有限，而且常常会带来后续的烦恼。佛法叫有漏，就是不圆满了啊，有漏会漏掉东西，不圆满。对，那佛法真正要追求的是超越这些的出世间智慧。出世间智慧，其中最高的就是佛陀证悟的那种，叫做第一智慧或最上智。第一智慧，这种智慧是圆满的、究竟的。哇，那个境界远远超过世间所有的聪明才智。有个比喻说得很好，什么比喻？就像太阳出来了，那个火萤火，它那一点点光，根本就看不见了。哇，这个比喻很贴切，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。对呀，经文为了形容佛的智慧好像用了不少词，像不可量智慧。是不可量。资料里那个故事很有趣耶，有个婆罗门自认为是全天下最有智慧的人，哈哈，对，他怕智慧太多把肚子撑破，还用那个铜片把肚子包起来。超夸张的，然后去找佛陀挑战。对啊，他要去跟佛陀比智慧。那佛陀怎么回应？佛陀的回应超妙的，他就说我没有智慧。哈，我没有智慧。但这个回答恰恰就显示了他的智慧是无限的，没有办法被测量，也没有办法被界定的。我懂了，这就是所谓大智若愚吧？没错，真的有大智慧的人是不会自己一直说自己多厉害的。相对来说，那个婆罗门的智慧就是有限的，可以测量的，但佛陀的智慧是无量的。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，不要像那个俗话说的半瓶水响叮当。对，稍微懂一点皮毛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从这个故事理解了不可量，资料后面还有列不可数、不可思议、不可称、不可说。对，还有这些，听起来意思好像都蛮接近的，就是佛的智慧，超越了我们能数的数量、能想的范围、能用的名称，甚至语言文字都没办法完全描述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超越了我们所有的概念跟表达方式。那如果智慧这么深奥，这么难以描述，它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？法师归纳了2个主要的作用。好，对自己来说，智慧的作用就是断烦恼。断烦恼。对，透过看清楚事情的真相，消除心里的那些无明啊、执着啊，然后得到内心的平静跟解脱。这个很重要。那对别人呢？对别人来说，就是具备一种叫做善巧方便的能力。善巧方便，就是说，能够真正了解别人的根性，他们内心深层真正的需要是什么，然后给予最恰当的帮助，而不是只满足他们表面想要的东西。这个蛮深呢，不只是给他想要的，
而是给他真正需要的。对，这里法师举了2个例子，我觉得蛮清楚的。好，请说。一个是有位老太太把财产全部都分给子女了，想说这样可以安享晚年。听起来很合理啊。结果呢，最后没人照顾她，晚景很凄凉。怎么会这样？另一个例子是一位继母，她就比较懂得保留一部分财产在身边，然后用一些算是人情世故的方法吧，跟继子女维持还不错的关系。听起来这位继母比较聪明，懂得保护自己。对，法师点评说，这位继母的做法，在世俗眼光来看是比较聪明，懂得处理人际关系，保护自己。但法师也点出来，这种聪明还是世间智慧，它里面还是带有为自己打算计较的成分。跟佛菩萨那种完全没有我，只是为了众生能够就近解脱、离苦得乐的那种出世间智慧，那个层次是不一样的。好像有点懂了。所以关键在于佛法讲的智慧，不只是解决问题的技巧，或是那种人情世故的精明，对，而是从根本上转化自己的烦恼，而且出发点是无私的，是为了真正利益他人。没错，是为了众生的就近利益。就像资料最后提到，圣严法师他自己可能不是很有钱，但他可以用佛法的智慧，帮助别人转变想法，解开心里的结。对，这就是智慧的运用。这对于我们在学习怎么应用佛法，真的很有启发。对啊，总结来说呢，这份资料透过圣严法师的讲解，主要是让我们理解到，佛法里面讲的智慧，是一种很深刻、无法量化的，甚至超越语言文字的觉悟状态。它的终极目标，对自己是彻底解脱，同时也能够具备善巧的能力，去帮助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。好，那经过我们这次的探讨，或许可以留给你一个思考的问题哦。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做判断、想法嘛。那我们该怎么开始练习去分辨哪些反应比较像那位继母的，世俗精明，而哪些做法又更靠近佛法说的那种以断除自己的烦恼，同时又能真正帮助到别人的智慧呢？这两者之间那个界限在哪里？又该怎么培养后者？这个好像蛮值得我们回去好好体会一下的。对，这个确实是日常修行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